男女不管在房里还是在餐厅里，或者是泳池里，都毫无顾忌地打扑克，因为他们在一艘宇宙飞船上，整个飞船只有他们2人苏醒。在浩瀚无垠的太空中，有一艘载满5000名人类的飞船飞往新的家园。此时泰勒发现自己所处的宇宙飞船距离新家园还有漫长的90年旅程。 We arrive at Homestead 2 in 90 years, 3 weeks. How long ago did we leave Earth? Approximately 30 years ago. I woke up too soon. 听到智能系统的回答后，泰勒发现其他人都处于休眠状态，唯独自己被不明原因的提前唤醒。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泰勒心中涌起一股深深的恐惧，因为他可能一个人在飞船上孤独终老。于是泰勒急忙返回自己的休眠舱，试图重新进入休眠状态。没想到休眠舱根本没有反应，还差点让他缺氧窒息死亡。泰勒立刻奔向传输室，打算向地球发送求救信号，但系统却告诉他一个残酷的事实。 Message will arrive in 19 years. Earliest reply in 55 years. 泰勒预感事情不妙，急忙赶往控制室寻求帮助，但一扇紧闭的大门挡住了他的去路，只有最高权限才能进入。透过窗户，泰勒看到里面的人仍在沉睡。泰勒找来工具，试图强行闯入，即便是用电焊切割，也无法留下丝毫痕迹。泰勒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却依旧无法打开那扇铁门。绝望之中，他在飞船上漫无目的的游荡。突然，他看到酒吧台上站着一个人。泰勒兴奋地走过去，却发现对方只是一个机器人。这一刻，泰勒彻底陷入了绝望，他无奈地接受了孤独终老的命运。但泰勒并不甘心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死去。既然无法重新休眠，他决定活在当下，尽情享受剩余的时光。他不再遵守飞船上等级的限制，毫不犹豫地撬开了总统套房的舱门。Oh, yeah. 他尽情畅玩各种娱乐设施，玩累了便来到高级餐厅，肆无忌惮地品尝各种美食。这种日子仅仅过了1年，泰勒便感到非常乏味，情绪也很不稳定。突然，他在休眠区的后方看到一扇门，里面存放着2套宇航服。在智能系统的指引下，泰勒穿戴好了宇航服，系上安全绳索后，他走到了飞船的边缘。面对眼前黑暗又神秘莫测的宇宙，泰勒忍不住泪水滑落。与那些熠熠生辉的星辰相比，他的人生显得如此渺小，仿佛连一粒尘埃都不如。回到飞船内，无尽的孤独让他萌生了放弃生命的念头。与其在日复一日的绝望中等待死亡，不如早早消散在这无垠的宇宙之中。此刻，他只需轻轻一按红色的按钮，没有任何防护的他就会被气流卷走。泰勒最终还是没能鼓起勇气，死亡的恐惧最终战胜了他内心的孤寂。正是因为这一次的退缩，泰勒在不经意间回头时，看到了一个让他心动不已的身影。他的出现让泰勒重新燃起了希望。通过资料搜索，泰勒了解了美女安妮的信息，他的心也被深深吸引。一边用餐一边痴痴地看着对方的视频资料。随着对安妮的深入了解，一个可怕的想法在泰勒的脑海中悄然滋生。他想唤醒休眠舱的安妮，这样泰勒就不会孤独，但这同时意味着要将安妮推向毁灭的深渊。他内心的天平摇摆不定。他再次找到酒吧机器人，渴望找到一丝指引。 I know how to wake Aurora up. Well, that seems like a fine idea. You could use some company. I'd be stranding her on this ship for the rest of her life. Well, you can't do that. What am I gonna do? I'm here for you. 机器人却未能给出明确的答案，这反而让泰勒更加纠结，不知该怎么做。 I can't do it. 但泰勒还是做出了决定。他刮掉胡子，重拾往日的帅气与自信。他还是带着工具走向安妮的休眠舱。泰勒知道，第一次看到安妮开始，他就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泰勒的脸上先是闪过期待的光芒，随即被恐惧所取代。在安妮完全苏醒之前，泰勒带着作案工具逃回了自己的房间。随后，泰勒小心翼翼地来到飞船大厅，装作跟安妮偶遇。 Hello.
Do you know what's going on? Nobody else from my row woke up. Same for me. 随后，泰勒便拉着安妮来到了瞭望台。系统告诉安妮，飞船还有89年才能到达新家园。安妮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发疯般地寻找着自己的休眠舱，渴望再次陷入沉睡。但泰勒告诉安妮，苏醒以后，休眠舱就无法继续沉睡了，试过很多办法都行不通。安妮听后瞬间崩溃，她开始像之前的泰勒那样不顾一切地猛砸控制室的舱门，但这一切都是徒劳，因为在1年多时间里，泰勒已经尝试过所有能想到的办法，结果无一成功。经过几天的挣扎，安妮不得不面对现实，开始与泰勒进行深入的交流，分享彼此的人生感悟。可每当想到自己余生都要在这艘飞船上度过，安妮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失落。而心怀愧疚的泰勒找到了机器人，让他永远不要告诉安妮被唤醒的真相。泰勒以为机器人会忠诚地执行命令，但他忽略了机器人与人类的本质区别。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泰勒的陪伴下，安妮逐渐适应了飞船上的生活，两人关系日益亲密，常常一起在舞池上翩翩起舞，或是在酒吧共度欢乐时光。安妮也时常来到泳池游泳。有了安妮的陪伴，泰勒不再感到孤单，过去的种种不幸似乎都已随风而去，而安妮在不知不觉中也对泰勒产生了好感。她欣然接受泰勒的约会邀请，心中也充满了喜悦。直到两人身穿宇航服，手牵手漫步在浩瀚的太空中时，安妮才真正放下了过去的阴霾。她不再抱怨命运的不公，而是爱上了眼前这个男人。然而，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You okay? Yeah. 就在安妮决定与泰勒在飞船上共度余生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安妮知道了真相。两人在酒吧喝酒时，泰勒随口的一句附和，竟然让机器人产生了误解。Anyway, there's no secrets between me and Jim. Is that so? You heard the lady? 当泰勒离开去卫生间准备求婚戒指时，机器人告诉了安妮真相。Jim was so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How could he be looking forward to it? Oh, he spent months deciding whether to wake you up. Jim woke me up. Oh, yes. Did you wake me up? Yes, I woke you up. 此时的安妮比她初醒时还要崩溃。Can I talk to you? 曾经两个相爱的人突然变成了仇人。到了晚上，安妮冲进了泰勒的房间。安妮最终还是没有下手。为了求得安妮的原谅，泰勒利用飞船的广播系统向安妮道歉，但一切都无法挽回他们曾经恩爱的关系。Or I don't want to lose you. I don't care! You took my life! 从此两人形同陌路，但他们都不知道的是，泰勒的休眠舱之所以会失效，是因为飞船在之前遭受了严重撞击，导致系统出现故障，而且现在的情况不断恶化。泰勒乘坐的电梯突然失控，他好不容易扒开电梯门才得以逃脱。紧接着，安妮所在的餐厅也出现了问题，机器也喷出大量的黄豆。就在这时，大厅方向突然传来了第三个人的声音。泰勒和安妮立刻赶了过去。由于休眠舱的意外故障，船长也提前结束了休眠。船长迅速意识到飞船应该出现了故障，他立刻带着两人赶往控制室。这是泰勒和安妮用尽一切办法都没打开的舱门。船长检查故障时，却发现飞船系统的检测数据竟然不翼而飞，这样他们就无法看出哪里出现故障。于是他们只能各自分工，逐一排查故障源头，希望能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当船长检查了休眠室时，他发现泰勒的休眠舱确实是故障被意外唤醒，而安妮的休眠舱则是人为唤醒。尽管泰勒的自私行为令人不齿，但船长知道现在并非追究责任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找到故障的源头。但安妮对此深感愤怒，她希望船长能为她主持公道，严惩泰勒的恶行。But the drowning man will always try and drag somebody down with him.
但就在这时，船长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于是安妮便建议他先回房休息，但船长的症状却愈发严重，还咳出了鲜血。另一边，安妮来到泳池缓解一下心情。此时飞船的重力系统出现故障，整个飞船内部失去了重力。就在安妮生死攸关之际，重力系统恢复正常。两人赶忙去找船长。根据船长的判断，2年前某个主模块出现了故障，导致飞船子系统超负荷运转，这也是泰勒会被唤醒的原因。等整艘飞船达到承载极限后，所有的一切就会灰飞烟灭。因检测系统的数据丢失，现在只能靠人工排查。刚踏入工程区准备检查时，船长就晕了过去。经过医疗舱的精密检测，惊人的发现船长竟患有612种疾病。之前休眠舱的故障导致了船长器官衰竭，此时他的生命之火已走到尽头，系统也告知没有别的治疗手段，最后也只能开出止痛药，以减轻他临终前的痛楚。相较于安妮与泰勒可能面临的孤独，船长的境遇无疑更为凄凉。就在船长短暂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飞船上故障频发，到处闪烁红灯。当他们再次见到船长时，他已换上整洁的制服，准备迎接生命的终结。他将飞船最高权限的身份手环交给了泰勒，也将飞船的未来托付给了他们。他的生命旅程就此画上了句号。而此时，飞船也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两人踏上了拯救飞船的征途。重力的频繁消失，更是让他们的行动雪上加霜。他们抵达了工程区，按照之前船长的指示，他们逐一检查飞船的各项系统。突然，他们开启一间舱门。他们用平板和修补液补住了洞口，虽然暂时稳住了局势，但他们很快发现飞船上的破损不止一处。经过一番调查，他们终于找到了原因，原来是陨石撞坏了反应堆模块。他们还发现反应堆散热也有问题。泰勒迅速更换备用模块，恢复了控制，可屏幕上依旧闪烁着刺眼的警告。即便泰勒尝试手动排气，那超高的温度依然滞留在飞船内部。泰勒终于发现了问题的所在，排气通道的外舱门无法打开，导致温度已经无法排出。泰勒穿上宇航服，拿着厚重的盾牌，准备前往外舱门进行修复。他一路艰难地攀爬到了飞船外部，而安妮则返回操控区，准备随时配合泰勒的行动。另一边，舱门可以轻松打开，但一松手，舱门就会立刻关闭。这意味着泰勒必须坚守在那里，直面烈焰的冲击，才能完成排气任务。泰勒毫不犹豫地选择牺牲自己，这是拯救安妮和飞船上5000条生命的唯一途径。而舱内的温度已经逼近极限，安妮最终还是拉下了操纵杆。就这样，飞船解除了危机，但泰勒的宇航服却已破损，氧气供应岌岌可危，断裂的绳索更是将他与生存的希望渐行渐远。他只能无助地在漆黑的宇宙中漂浮。此时，安妮穿上宇航服，决然地走出飞船。她利用系统锁定了泰勒的位置。他赶忙把泰勒送往医疗舱，但长时间的缺氧已让泰勒陷入了昏迷。医疗舱的诊断更是宣告了他的死亡。他迅速取出船长留下的身份手环，开启了所有治疗手段。没想到，经过一番操作，泰勒被安妮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飞船也恢复了正常航行，继续向着遥远的新家园进发。而泰勒在飞船内部也有了新的发现，那枚最高权限手环能够启动医疗舱的休眠功能。他让安妮躺进医疗舱休眠，等待90年后的新家园。
就在88年后的某一天，所有人从休眠舱苏醒后，他们发现飞船的中央大厅被茂密的绿色植物覆盖。原来当初安妮并没有选择休眠，而是和泰勒共度美好的岁月。泰勒也为安妮戴上了那枚求婚戒指，两人的爱情在历经沧桑后，终于迎来了最圆满的结局。尽管两人的情感之路曾在怨恨的迷雾中徘徊不定，但他们最终还是找回了彼此。